55岁以后，您是否发现自己的牙齿好像不如从前那样坚固了？曾经嚼排骨、啃苹果不在话下，如今却觉得咬颗花生米都有点使不上力。其实，年过50后，牙齿和牙龈会随着年龄发生一系列变化，牙釉质逐渐变薄，牙龈也开始缓慢萎缩，原本稳固的牙根可能一点点暴露出来，承受外力和抵御细菌酸蚀的能力大不如年轻时期。难怪许多银发族总感叹人老牙先老，口袋里常备着假牙清洁盒，笑称牙齿提前退休了。俗话也说老掉牙，仿佛上了年纪，牙齿掉光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现代牙医学告诉我们，老人掉牙并非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是可以透过努力大幅延缓的健康课题。牙齿的老化虽然无法完全阻止，但我们却能透过调整日常习惯来大幅减慢牙齿流失的速度。反之，如果忽视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坏习惯，牙齿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松动脱落。台湾牙医师特别警告，中年以后有3个常见的毁牙习惯，如果不及早改掉，真的会让您满口牙齿迅速流失，提早陷入缺牙的窘境。根据卫生单位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平均只剩下不到18颗自己的牙齿，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掉了10几颗牙。更惊人的是，超过1成的长辈1颗真牙都不剩，必须仰赖假牙生活。牙齿掉光可不只是吃东西不方便而已，医学研究显示，缺牙过多还会带来许多隐忧。由于咀嚼效率下降，缺牙长者的营养摄取往往受影响，体重下滑，体力变差不说，长期的口腔慢性发炎还可能提高心血管疾病和失智症的风险。有统计指出，65岁以上长者如果少于20颗真牙，罹患心脏病、中风等几率明显高于满口好牙的人。而牙周感染释放的炎性因子可能透过血液循环影响脑部健康。由此可见，牙齿问题绝不只是口腔里的局部小事，而是关乎全身健康的大事。听到这里，您或许会担心，难道我们将来也难逃满口假牙的命运吗？其实不然，导致牙齿大量流失的背后推手，不仅是无情岁月，更包括我们自己常年累积的一些坏习惯。如果及时改正，情况完全可以大大改善。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3大毁牙习惯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亡羊补牢，守住我们宝贵的牙齿。第一个毁牙习惯其实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刷牙动作有关，但问题出在刷牙的时间点上。许多人从小被教育早晚刷牙，好像不这么做就对不起自己的牙齿。然而到了55岁后，牙齿的状况和年轻时大不相同。在沿用以往固定的刷牙时机，不但无法有效保护牙齿，还可能带来一系列口腔问题。您有没有想过，坚持了一辈子的早晚刷牙习惯，也许早就不适合现在的您了。许多人年纪大了之后，牙齿开始频频出状况，牙龈萎缩，牙根暴露，牙齿动不动就松动，甚至莫名其妙的蛀牙脱落，但他们从没怀疑过，问题也许出在刷牙的时机不对。事实上，刷牙本身当然没有错，错的是刷牙的黄金时间没有掌握好。很多人严格遵守早晚各刷1次牙的传统，但在这中间长达10几个小时的空档里，我们吃了2-3餐，喝了咖啡或含糖饮料，零嘴点心也没少，可却没有及时清洁牙齿。想象一下，早上出门前您刷了牙，接着经历一整天的饮食，到晚上睡前才再次刷牙，那从早餐到晚餐这段期间，食物残渣、糖分、含酸性物质就在口腔内足足滞留了一整天，牙齿等于泡在细菌产生的酸液里好几个小时，牙釉质一点点被侵蚀，牙周致病菌也在齿缝边缘慢慢积累繁殖。等到您夜里终于拿起牙刷时，牙齿的防线早已被削弱许多，不可见的蛀牙和牙周损伤可能正在悄悄形成。更糟糕的是，有些人晚饭后干脆不刷牙就上床休息，让牙齿在睡梦中整夜与细菌作伴。由于夜间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净作用几乎停摆。如果睡前不刷牙，把一天累积的细菌和残渣都留着过夜，牙齿宛如浸泡在细菌的大锅里一整晚，蛀牙和牙周病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算立刻刷牙，
也无法挽回昨夜细菌对牙齿和牙龈造成的侵害。另一方面，也有些朋友特别爱干净，饭刚吃完就立刻刷牙，认为越早刷越好。但您知道吗？饭后立刻刷牙反而会让牙齿变得更脆弱，尤其是在刚吃完酸性较高的食物或水果后，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处于短暂的软化状态，这时候匆忙刷牙，相当于在磨掉尚未重新变硬的珐琅质。长此以往，牙齿的保护层会越刷越薄。曾有一位餐饮业工作的先生，因为工作需求经常试菜，他很在意口气清新，每次品尝完各种菜肴后都马上跑去刷牙漱口。刚开始他觉得这样做很讲究卫生，但几年下来，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牙齿变得非常敏感，吃一颗冰棒都酸得皱眉，喝碗热汤牙齿也隐隐作痛。最后他去看牙医，检查结果显示他多颗牙齿的牙釉质都有严重的磨耗。医生一问才知道，原来就是饭后马上刷牙害了他。软化的牙齿保护层还没来得及重新变硬，就这样一次次被他勤劳的牙刷刷掉，难怪牙齿会变得又薄又脆弱。此外，我还听说过一位忙碌的上班族女士，由于工作关系中餐后几乎从不刷牙，一天只在早晨和睡前匆匆刷2次牙，结果年过50时，她发现自己短短几年内接连出了好几颗蛀牙，需要去补牙。牙医指出，问题就出在她午餐后没有清洁口腔，导致牙齿长时间浸泡在食物残渣和细菌产生的酸中，久而久之，蛀牙就悄悄找上门来。那么究竟该怎么做才对呢？牙医建议，正确的方法是吃完东西后先用清水充分漱口，将口腔里的残渣碎屑冲掉，然后等待大约30分钟再刷牙。这个等待时间刚好让因食物而软化的牙釉质重新硬化恢复强度，可大大减少刷牙对牙齿的损伤。如果您刚才吃的是柠檬、葡萄柚等酸度高的食物，等待时间最好延长到1小时左右，确保牙齿表面完全稳定后再刷也不迟。另外，过去习惯只在早晚刷牙的朋友，现在也应开始养成饭后刷牙的习惯，特别是中餐和晚餐后，千万别偷懒不刷。上班族如果午餐后实在没条件马上刷牙，至少也要用清水反复漱口，或嚼一块无糖口香糖来帮助清洁，减少食物残留对牙齿的伤害。等回到家再补刷一次，不要让牙菌斑在牙齿表面逗留一整天。此外，早晨刷牙也有小技巧，有些人习惯起床先刷牙再吃早餐，也有人是吃完早餐后再刷。其实无论顺序如何，重点是在早餐后务必清洁口腔。如果您起床时已刷过牙，那么在吃完早餐后至少要用清水漱漱口，或再次轻轻刷一下，千万别让早餐残渣从早上一路流到中午。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吃完含糖食物后，口腔中的自取细菌只需几分钟就会开始分解糖分，产生酸，迅速使牙齿表面的 pH 值降低，珐琅质也开始遭受脱钙侵蚀。一般而言，这种酸蚀状态会持续20-30分钟，随后唾液会逐渐中和酸性，并修复牙齿表面的矿物质。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唾液分泌量和缓冲能力都在下降，酸性环境往往持续更久，对牙齿的伤害也更大。如果不能及时清除口腔中的食物残渣和酸性物质，让牙齿长时间处在低 pH 值的环境中，就很容易出现牙齿脱矿白斑，进一步发展成蛀牙。有趣的说，我们可以将牙齿想象成一座城堡，把牙菌斑细菌视为前来攻城的敌军，而食物残渣就是敌军的补给粮草。如果饭后我们迟迟没有派兵清理战场，让残余的敌军和补给留在口中，细菌这支敌军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酸性武器来腐蚀城堡的城墙，也就是牙齿的珐琅质。但是如果我们过早反击，刚吃完就刷牙，却在城墙因酸变软时就猛烈开火，结果可能是敌我两伤，细菌没杀绝，自己的牙齿保护层却先被刷掉一层，就像城墙还没重新变硬就被自己人炮火炸裂了一样。因此正确的策略是先派出清水这支消防队，冲掉残渣，降低酸性，稍作等待让城墙恢复坚固，再挥师出动牙刷大军歼灭敌军。如此一来，既剿灭了细菌，又保全了牙齿的防御工事。
总之，刷牙的黄金时间直接关系到牙齿的存亡，选对时机，牙齿才能真正受到保护。选错时机，刷了也是白刷，甚至可能越刷问题越多。年过55后，我们必须调整以往的刷牙时间观念，别再让牙齿长时间浸泡在酸性危险中，也不要在牙齿最脆弱的时候对它们痛下杀手。第二个毁牙习惯就是刷牙太用力。俗话说用功用功，不少人也误以为刷牙要用力才算用功。许多50-60岁的长辈刷起牙来格外卖力，恨不得使出9牛2虎之力，把牙齿刷得吱吱作响，觉得这样才能刷掉多年累积的牙垢和黄渍。然而事与愿违，刷牙太用力，反而是在慢慢毁坏牙齿。过了55岁以后，牙龈已经开始明显萎缩，牙根逐渐暴露。如果还像年轻时那样大力横刷，就很容易磨损裸露的牙根表面牙本质，甚至刷出一道道 V 字形的缺口，也就是所谓的楔状缺损。据统计，许多50岁以上的成人在犬齿或臼齿靠近牙龈的部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楔状缺损。他们常误以为那是蛀牙，或开玩笑说自己刷牙把牙给刷凹了。其实那正是长期刷牙用力过猛，刷毛过硬导致的机械性磨损。这种缺损虽不属于龋齿，但同样会引起敏感疼痛，甚至增加牙齿折断的风险。当牙齿颈部被刷出缺口后，牙冠与牙根的交界处结构削弱，日后咬硬物时可能从缺口处折断，导致整颗牙齿劈裂，无法保存。一位退休的先生曾分享过他的经历，他年轻时就笃信用力刷才干净的观念，每次刷牙都用尽全力，甚至以刷毛摩擦牙面发出吱吱声作为满意的标准。结果刚过50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牙齿开始出问题，咬一口冰西瓜会刺痛，喝一碗热汤牙根也酸软不适。就医检查后发现，他好几颗牙齿的颈部，也就是靠近牙龈的地方，都有明显缺损，牙根表面仿佛被小刀削过一样凹了下去，那正是多年用力横刷留下的永久伤痕。牙医遗憾地告诉他，这种因刷牙过猛造成的珐琅质磨损是不可逆的损伤，就算马上改用软毛牙刷并放轻力道，也无法让缺失的牙体组织长回来。您可能不知道，牙齿表面的珐琅质虽然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却无法再生，不像骨头折断能愈合，皮肤受伤会长出新组织。珐琅质一旦磨损或被蛀掉，就只能永远缺失，或靠牙医以人造材料填补。因此每一丝珐琅质都弥足珍贵，我们要尽量保护，而非消耗它。如今这位先生的牙根变得敏感脆弱，吃冷的热的都疼痛难忍，即使后来换用了软毛牙刷，小心翼翼的刷牙，之前造成的伤害也无法复原了。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学到，刷牙的关键不在于力气大小，而在于正确的方法和耐心。太用力只会加速牙龈退缩和牙齿磨损，得不偿失。除了力道过猛，还有很多人偏爱使用硬毛牙刷，觉得刷毛硬才能刷得更干净，但这对年长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硬硬的刷毛每刷一下都像在拿钢丝刷磨牙，不仅刷不掉更多牙菌斑，还会对牙龈和牙齿表面造成细微损伤，日积月累让牙龈萎缩得更快，牙釉质磨耗更严重。曾有一位爱美的白领女士，平时非常在意牙齿的洁白光亮，她嫌软毛牙刷刷不干净，特地选用硬毛牙刷大力刷牙，希望把牙齿刷得又白又亮。没想到才50出头，她就开始觉得牙齿变得异常敏感，喝口凉水都刺痛难忍。去看牙医才知道，她长期使用硬毛牙刷加上过度用力，已经导致多颗牙齿的釉质被磨薄，牙龈严重退缩。医生建议他立刻改用软毛牙刷并放轻力道，但那些被磨掉的牙齿保护层已无法复原，只能靠涂抹脱敏牙膏等方式减轻症状。这位女士这才追悔莫及，原来自己多年坚持的错误刷牙方式，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伤了牙齿。相反地，软毛牙刷才是55岁以后牙齿的最好伙伴。此外，刷头的大小也很关键，建议选择小刷头的牙刷，能更灵活地深入口腔各个角落，包括后面的臼齿区域，减少清洁死角。年纪大了，嘴巴的灵活度可能不如从前，
小刷头更容易操作，可以刷到每一颗牙齿的各个面，柔软的刷毛，再配合正确刷牙技巧，同样可以把牙齿清洁干净，却不会伤害牙龈和珐琅质。牙医们普遍推荐巴氏刷牙法，也就是将刷毛与牙龈呈45度角，轻柔的以小画圈方式刷牙，每次刷足2到3分钟。掌握了这样的要领，其实不用使劲，也不用硬刷毛，照样能把牙菌斑清除干净，让牙齿保持清爽洁白。别忘了，刷牙绝不是在刷锅子洗马桶，千万不要用力过猛，与其粗暴的来回猛刷，不如花时间细致的刷到每一颗牙齿的每一个面，确实清除藏在角落缝隙里的牙菌斑。过度用力甚至还可能带来另一种反效果。当您刷牙刷到牙龈经常出血疼痛时，往往会下意识地避开那些容易出血的部位，不敢刷。久而久之，那些死角更容易堆积牙垢，口腔卫生因此变得更差，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从现在开始，请记住，拿起牙刷时轻一点，再轻一点。我们的牙齿陪伴了我们几十年，早已不像年轻时那么耐磨损，需要更加温柔的对待。只要方法对了，时间够了，即使不用猛刷，照样能把牙齿清洁干净，而牙齿和牙龈没有再被粗暴对待，自然也能延长、福益、寿命，陪伴我们一直到老。另外，还有一个小建议，如果您实在难以控制自己刷牙的力道，不妨考虑使用电动牙刷。高品质的电动牙刷震动频率稳定，清洁效率高，而且通常具备压力感应装置。当您下压过重时，会发出提醒，甚至自动减速，防止您伤害牙龈牙齿。许多长辈改用电动牙刷后，刷牙变得轻松省力，也避免了施力不当造成的牙龈出血和牙齿磨耗，一举两得。第三个，毁牙习惯，乍听之下有点出人意料，用漱口水和牙签取代刷牙。不少中老年朋友饭后喜欢用牙签剔牙缝，再用一口清新的漱口水漱口，觉得这样就算完成了口腔清洁。有人嫌晚上刷牙太麻烦，干脆用漱口水漱口来代替。也有人早上赶时间，只漱一漱口水就出门，懒得刷牙。乍看之下，漱口和剔牙确实能带来些许便利，嘴里的食物残渣仿佛清掉了，口气也变清新了。然而，长期以漱口水或牙签替代刷牙，绝对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先来谈漱口水，市面上的漱口水，特别是含酒精成分的类型，确实能迅速杀灭口腔中的大量细菌。然而，口腔里的细菌其实形成了一个微妙的生态系统，有益菌帮助维持健康的环境，有害菌则潜伏作乱。当我们过度依赖强力漱口水时，好菌坏菌一起杀光，原本的菌群平衡被打破，结果反而让少数抗性强的坏菌有了机会。长期下来，漱口水用得越勤，口腔问题可能越多。有人用了很多年漱口水，牙龈反而变得容易发炎肿痛，经常出血，口腔黏膜也动不动就溃烂。还有人原本只是轻微口臭，天天漱口水后却口干舌燥，口气变得更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唾液中的有益菌被大量杀灭后，口腔自洁能力大幅下降，而酒精让口腔长时间干燥，更利于厌氧的有害菌繁殖。更重要的是，如果光靠漱口水而忽略了真正的刷牙和牙线清洁，牙齿表面的菌斑根本没有被清除。那些粘附在牙缝、齿面的牙菌斑就像细菌的温床，让残存的细菌不断死灰复燃。您漱口水杀了一批细菌，细菌又在菌斑上繁殖，再杀再生，如此恶性循环，口腔状态却每况愈下。现实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位销售经理由于平时要见许多客户，说很多话，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口气，每天早晚刷牙后一定用漱口水再漱一下，连午饭后也不例外。刚开始他觉得口气清新，满嘴薄荷香，非常有自信。然而1-2年后，他发现自己牙龈经常红肿疼痛，刷牙时出血越来越严重，口腔溃疡也反复发作，甚至稍微熬夜上火就满嘴黏膜发炎。最后他去看牙医，才发现问题就出在他过度依赖的漱口水上。长期频繁使用含酒精的漱口水，让他口腔中的益菌几乎灭绝，菌群严重失衡，有害菌乘虚而入，引发了一连串牙周健康问题。听完医生的分析，他大吃一惊，
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心维持的习惯反而害了牙齿。再来谈谈牙签，用牙签剔牙是许多人饭后的习惯，小鱼刺、小菜渣挑出来，感觉牙缝里舒服了不少。但其实牙签清理的只能是比较大的残渣，对牙缝深处粘附的牙菌斑毫无办法。更糟糕的是，不少人用牙签的方式不当，反而可能伤害牙龈。例如有些人习惯直接从牙缝上方往下捅，或者在两齿间粗暴的拉锯，这些动作很容易刺伤牙肉或拨动牙龈边缘，导致牙龈反复受伤发炎。长期如此，牙缝可能被硬生生撑大，牙龈组织也被破坏，结果就是牙缝越来越宽，牙龈萎缩加剧，食物更容易嵌塞，逼得您更加依赖牙签，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漱口水和牙签都不能取代踏踏实实的刷牙。漱口水可作为口腔保健的辅助，但绝不能天天频繁使用，更不能把它当成刷牙的偷懒替代方案。牙医建议，如果要用漱口水，尽量选择温和不含酒精的种类，而且每周使用不要超过2次。牙签则能免则免，最好改用牙线或牙尖刷来清洁牙缝。牙线纤维柔软，可以贴着牙面刮除附着的菌斑，不会损伤牙龈。刚开始用牙线可能不太顺手，但只要练习几次，掌握要领，就会发现原来牙缝深处藏着这么多刷牙刷不到的肮脏东西。每天睡前花几分钟使用牙线把牙缝清干净，再配合正确的刷牙，牙齿才算真正被清洁到位。至于牙签能不用就不用，实在需要时也请尽量轻柔，顺着牙缝轻轻滑入，切勿随意掏戳，以免损伤牙龈。举个真实例子，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伯伯，年轻时在军中养成了随身带牙签剔牙的习惯，一辈子下来，他饭后只会用牙签随便剔几下，却很少认真刷牙，更别提用牙线。起初他觉得牙签方便有效，但多年下来，他的牙缝越捅越大，牙龈也越来越萎缩。到了60多岁时，他大部分臼齿都已经松动，嚼东西使不上力。牙医替他检查发现，他几乎每颗牙的牙周都因长期清洁不良而发炎，牙槽骨流失，有些牙甚至必须拔除。他这才悔不当初，原来一直以为牙签剔干净就好，却不知道牙缝里那些剔不掉的软垢早已在无形中破坏了牙周组织。如果当年就改用牙线彻底清洁牙缝，也许就不至于落到如今缺牙的下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高龄人士饱受牙周病之苦，台湾60岁以上的长者中，将近70%罹患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而牙周病正是造成老年掉牙的头号杀手。所谓牙周病，是指包围支撑牙齿的牙龈及齿槽骨等组织受到细菌感染侵袭，逐渐发生破坏的一种慢性疾病。早期的牙周病症状轻微，可能只有牙龈红肿、刷牙易出血、口臭等现象，常常不被重视。一旦任其发展，随着细菌持续侵蚀牙周组织，牙槽骨逐渐吸收流失，到了中晚期，牙齿开始松动，位移最后甚至因支撑结构严重损毁而脱落。牙周病是成年人掉牙的首要原因，而它的发生往往正是因为长期牙菌斑没有彻底清除所致。牙周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常年堆积在牙齿周围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平时刷牙不能彻底清洁，又没有用牙线剔除齿缝中的肮脏物，只靠漱口水漱一漱，那些粘在牙根上的细菌膜依然牢牢附着。日积月累，牙龈持续发炎，牙槽骨不断被破坏，牙齿迟早松动脱落。换句话说，只要戒除上述不良习惯，确实执行正确的口腔清洁，我们就能大幅降低牙周病风险，在老年时保住更多自己的真牙。简单总结以上重点：第一，刷牙的时间要掌握好，饭后先漱口，等约半小时再刷牙，不要刚吃完就刷，也不要隔太久才刷。第二，刷牙的方式要温和正确，选用软毛牙刷和小刷头，轻柔刷满2到3分钟，不要用力横刷，更不要拿硬毛刷猛刷牙龈。第三，千万别偷懒，光靠漱口水、牙签远远不够，一定要每天认真刷牙并使用牙线，才能真正清除牙垢。牢记这3大要点，
您的牙齿就会比同龄人的更加健康耐用。另外还要补充提醒，除了上述3大常见的毁牙习惯外，还有一些行为也会对牙齿造成严重伤害，例如长期吸烟会显著增加牙周病风险，并让牙齿染黄。嚼食槟榔更是导致牙周组织破坏和口腔黏膜癌变的高风险因素。另外，有些人喜欢用牙齿咬开瓶盖、剪断细线，或者啃咬坚硬的物品，这些动作都可能让牙齿崩裂受损。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长期喝含糖饮料却不刷牙的习惯，含糖茶饮、碳酸饮料喝太多又不清洁的人，牙齿往往会全面蛀蚀，非常可惜。总之，一切不利于牙齿健康的习惯都该趁早戒除，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在晚年依旧保持健康牢固。此外，建议中老年朋友选择含氟牙膏来刷牙。氟化物可以帮助牙齿表面的珐琅质重新矿化，修补初期被酸溶解的矿物质，强化牙齿结构，预防蛀牙。每天早晚坚持使用含氟牙膏刷牙，长期下来对保护牙齿大有益处。另外，别忘了定期接受牙科检查与清洁，建议至少每半年至1年造访牙医一次，让医生替您检查口腔状况，进行洗牙。许多口腔隐患如果及早发现处理，就不至于演变成日后棘手的大问题。千万不要等到牙痛难耐、牙龈流脓才去找医生，那时往往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定期让牙医帮您的牙齿做保养，加上平日您认真细心的呵护，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让牙齿健康的陪伴您走完人生的旅程。最后，请想象一下，当您年过70旬、满头银发时，依然能用自己的牙齿细细品尝喜爱的美食，开怀地享受团圆饭菜，那是多么美好的福气。而这份美好需要您从今天开始用心守护，别让坏习惯偷走您晚年品味人生的权利。现在就下定决心，远离上述3大毁牙习惯，给牙齿多一分耐心与呵护。相信多年之后，您依然能拥有健康有力的咬合和灿烂的笑容。牙口好，福气自然到。祝您乐享银发岁月的每一天。